感谢诸位来崖下寻我，大恩之情没齿难忘。只是昨夜我受了惊吓，着实后怕，不如咱们先就此散了。各位继续回崖上曲水流觞，把酒言欢，告辞。等等，昨夜是我没护好你，我送你吧。不必麻烦薛公子，我自己可以。薛公子，昨夜不自量力，强求薛公子送我，是云哥不懂事。今日车夫和碧玉都在，我自己回便是，真就不必劳烦薛公子送了。你若真彻底幡然醒悟，不再纠缠，倒求之不得，与其不如在这装模作样。我倒真希望我在登门退婚时。行，小姐，奴婢没做梦吧？您刚才居然答应退婚了，您终于舍得对自己好些了吗？算是吧。碧玉，你过来。进城后，你悄悄下车，找个路人给些银子，托他帮我买副药。何药？小姐哪儿不舒服？避子汤药。菩萨保佑，菩萨开恩，这都大半个月了，经中并无异样，想来应该是没事了，对吧？那位公子应该是选择默默吃了这个闷亏，不会再来找我了，对吧？小姐，薛公子的生辰宴给您送了请帖。原以为那日之后薛公子会迫不及待的上门退婚，没曾想婚是没退，生辰宴的请帖反倒破天荒头一次主动给您送了。这么一看，或许薛公子心中并非全然没有小姐啊。这分明是被薛家父母拦着没法来退婚，想骗我赴宴，当众把婚事作废吧？这话你自己说着信吗？反正这请帖奴婢还是给您吧。您若是对薛公子还有念想，此番或许真可能是个重修于好的好机会。奴婢可不想您今后会后悔没去找他。没有今后了，碧玉，情情爱爱什么的，现在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那小姐现在想做什么？躲着活命，这才是你家小姐我当前的第一要紧事。你就记住，别说是薛望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请，你家小姐我也断然不会迈出佛堂半尺。明日申时3刻，邀月隔2，悬崖黑夜，有丈青蒜。温祁煜，那个手握京都铁甲卫权倾朝野的六皇子怎么会是他？这下是真的完了。感情我这生生拜了半个多月，估计您是啥也没保护到啊。托云小姐的福，那夜西山剿匪，本王亲率铁甲卫刚经历了一场恶战，本就负伤在身，力竭至极。托云小姐的福，可云小姐那场出其不意的袭击，倒是让本王急火攻心，伤上加伤。明日若是弄不死你，我枉为人。不知这半个月里，云小姐在佛堂日夜祈祷，可想好怎么给本王一个交代？王爷恕罪，那晚陈女士遭人算计，中了药性才会失了神智，无意间冒犯了王爷，陈女罪该万死，还望王爷饶陈女一回。只要王爷肯宽恕，今后王爷若有任何需要之处，尚书府定当全力相助。尚书府全力相助，听起来倒是个诱人的筹码。只是令尊曾在朝堂之上公然支持过我三哥。云小姐，你凭什么让本王相信令尊会为了你真心实意的改变阵营，站到本王这边？凭你的一张嘴吗？那王爷想要如何？联姻，若本王娶了云小姐，令尊自然就被默认站到了本王这里，不用证明，就足够可信。只是本王听闻云小姐跟薛丞相家的那位薛公子可是自幼定有婚约的，而且这半个月来，我看云小姐似乎并无退婚的打算。怎么，云小姐是打算在如此轻薄了本王之后，依然心安理得地嫁给薛望，去做你的薛少夫人？
真是一往情深，痴情不改啊！既然云小姐舍不得那段青梅竹马的情分，本王向来大度，自然也不便勉强。我是想退婚啊，可我这半个月连房门都不敢迈出去，怎么退？但我更怕嫁给温奇玉，自古夺嫡败者无活路。看来云小姐今日是想不出如何给本王一个像样的交代了。既然你不愿意给，那就按本王的方式来清算一下那晚的孽债，如何？来人！我的属下前天查遍了城中所有的药铺，却并未发现云小姐购买避子汤的记录。怎么，云小姐当时是太过紧张忘了买，还是你就这么坚信那晚怀不上本王的孩子？没，臣女喝了的。臣女是托人帮忙买的避子。不对，明明那晚之后我连喝了3副避子汤，但我的月事似乎一直没有来。云小姐喝没喝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本王绝不容许你有怀着本王的骨肉另嫁他人的可能。清风，云小姐，赌一把如何？若王太医诊出你没有身孕，那晚的事情便一笔勾销。本王不仅不再追究，等大婚之日，还会亲自给云小姐和薛公子送上一份新婚贺礼。那若是诊出了身孕呢？若是有，那就去母去子，今儿个一起都杀了。退，不用诊脉了。臣女明日就去退婚，静等王爷上门提亲。这一针见血的法子你不选，偏选那最麻烦的。不勉强，王爷这话可折煞臣女了。确定不勉强？本王向来最不愿强人所难。能嫁给王爷，那是臣女祖坟冒了青烟，是天大的荣幸。臣女那是打心眼里欢喜，哪来的勉强？既然如此，云小姐方才那一脸慷慨就义的模样，倒是本王看差了。那是不敢相信，是喜极而泣。臣女这就回去沐浴焚香，静候王爷基因。最好如此。清风，送云小姐出去。云小姐，且。哎，你们说，今儿薛公子的生辰，云家那位还会不会像往年那样弄一出闹剧出来？还用问？那云哥追着薛公子跑了7年，哪回不是死皮赖脸的往上凑？这京城谁不知道他那点心思？听闻半月前猎场坠崖，他被救回来后转了性，天天关在佛堂。我看啊，准又是欲擒故纵的手段。小姐，这帮人嘴碎得很，咱们何苦来受这气？谁说我是来受气的？谁能想到阴差阳错，薛旺的生辰宴，我到底还是来赴了。菩萨保佑，这辈子都没这么心虚过。赶紧办完事回家，千万别撞见那位火阎王。乔姐妹，云小姐又凑过去了，怕是又在说些非她不嫁的痴话，怕是已经忍到极限了。生辰快乐。想来你也不缺，今年就不送你那些金玉俗物了。这锦盒里面是我们的婚书契约，还有你的8字更帖。今日宴后，咱们便可寻个借口商议退。怎么了吗？今日不宜，先收回去，改日再说。这有什么宜不宜的？薛公子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这生辰宴，你若是怕闹开了不好看，我配合你。等晚上宴席散了，我同你一起去找薛伯父，咱们2家大人都在，把事情说开。到时婚书一撕，我的生辰更帖还给我，2家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不就完了吗？你我都省心。我说不宜就不宜。怎么临到了，反而开始婆婆妈妈了？你不是嫌我是个累赘，嫌这婚约是束缚吗？现在束缚没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！
可我有点急啊。薛望，你之前不是做梦都盼着要退婚吗？反正今日不行，这些东西你先拿回去，今后再说。哪还有今后啊，我这都……薛公子和云小姐这是在吵架吗？本王坐在这里看了许久，二位这戏码可是比今日的折子戏还要精彩。完了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菩萨，您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留吗？薛公子今日生辰，云小姐既然来了，想必是带了极贵重的心意，这般拉扯倒是让本王瞧出几分难舍难分的意思来了。六弟，你说呢？哼，云哥，臣女云歌拜见三皇子，拜见六皇子。云小姐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今日是薛公子的生辰，大家本该尽兴才是。瞧瞧云小姐这脸色，可是还未从那晚的惊吓中缓过神来。那晚本王在崖边设宴，原本是一桩美事，却没想到竟出了那等子意外，让云小姐遭人算计，受了惊扰坠落山崖。每每想起，本王这心里便觉愧疚万分。该是本王向云小姐赔礼才对，不知云小姐身子可大好了？本王府上还有些名贵的补药，晚些时候命人送去尚书府。那晚诗会酒香扑鼻，但我只喝了一杯便觉浑身燥热。爹爹事后曾查过，那晚我神志不清时，是户部尚书之子蔡恒一脸急色的要将我带走。三皇子设的宴，三皇子的人，蔡恒的爹，不正是三皇子在朝中最大的助力吗？古庆那晚的诗会，从一开始就是冲我来的鸿门宴。爹爹最近在朝堂上渐渐伤远三皇子，他便想让蔡浑用合欢伞毁我清白，再顺理成章让我嫁进蔡家。云小姐这是做什么？今日薛公子生辰，又不是朝堂问罪，何必这般拘谨？快起来吧。薛丞相中立，他就想毁了我和薛望的婚约，强把我塞给蔡恒，真是好狠的算计。哎呦，看本王这闹的，本王无意惊扰诸位雅兴，不过是不对，随口关心几句。刚才隐约听到薛公子和云小姐似乎是在争吵退婚一事。薛公子，本王有些担心，你会不会是因为云小姐那晚在本王设的宴会上被人下了合欢伞，心中有了什么介意？合欢伞那种下佐药，若是中了，还能清清不白的回来。可惜了薛公子，这寿宴办的，头上竟要添点绿头彩了，所以本王才出言想要劝阻一下。毕竟那晚的事情，归根垫底也不是云姑娘的错，那是贼人阴狠。薛公子身为男子，当心胸宽广些才是。诸位勿怪，本王失礼了，大家可继续把酒言欢，莫要被这点小事扰了兴致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名节尽毁，婚约不保，除了乖乖听他的反噬，嫁给蔡恒那样的走狗，我还能去哪？你们胡说！我家小姐那晚坠崖昏迷，醒来就往林子外跑，衣服乱鞋那是被树枝划的。你们这些读书人名门校妓，怎能如此空口白牙，毁人清白？瞧瞧薛公子这脸绿，要不说这薛家也是倒了血霉，摊上这么个不知检点的未婚妻。小丫头，你家小姐要是真清白，三皇子何故当众提及那下作药名？薛公子又何故在生辰宴上闹着要退婚？你倒是说句实话，那晚在崖下究竟是哪位壮士救了你啊？也让大家伙见见这位解药公子是何方神圣。哎，诸位，本王方才就说了，莫要再议论。云小姐也是受害者，你们这样让薛公子和尚书府的脸往哪儿放？你们住口！我家小姐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这是在逼死她！唉，碧玉姑娘，莫要激动，本王也不信云小姐会如此。可那晚的事，毕竟只有云小姐自己清楚。若薛公子介怀，这也是情理之中；若是薛公子当真，哎，蔡公子，你方才不是还说你对云小姐一向敬仰有加吗？回殿下的话，微臣对云小姐之心，天地可见。若云小姐当真被薛家退了婚，微臣蔡家定不嫌弃，愿以正妻之礼迎娶，绝不让云小姐流落街头。
就是你想的那样。阿旺，那晚坠崖后，我确实没能熬过去。恭喜你啊，薛公子，你从7年前就开始盼着的愿望，今日终于要成真了。阿旺，我不舒服，你送我回去。随你们便，想送便送。若有本事，能让他再也别来烦我更好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，更不会再做你薛大公子的绊脚石。只是可惜了，本来还想着，毕竟两家是世交，退婚仪式能办得体面些，给你我各留的一张脸。可既然三皇子这么有兴致，帮咱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，事已至此，干脆现在就将退婚仪式当众宣布了吧。云鹤，别说了，就当着这满京城权贵的面大方承认，就说我云鹤婚前失贞，得三皇子听错了。三皇子殿下，许是方才离得远，没听真切。哦，是吗？微臣与云小姐自幼定亲，两家情分深厚。今日在这生辰宴上，微臣并未想与云小姐退出。9月18如何？这个日子下聘会不会太仓促了些？云小姐，你意下如何？三皇子想要我的命和尚书府的事，薛望想要他的名声。只有温琪玉，虽然他是个随时会杀人的疯子，但他现在是在当众护我。不会，王爷做主便是。云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好，既然定下了，那便过来吧。与薛公子说完便过来吧，茶给你量好了。六弟，本王可是越看越糊涂了。9月18提亲，云小姐可是薛公子的未婚妻，两家婚约尚在。你如此横插一杠，还要当众让云小姐伴你左右，究竟是何意？是啊，誉王殿下，这云大姐那晚失踪一整夜，清白尚且存疑，您这般自降身段，岂不是让皇室蒙羞？意思是那晚山崖下解了云小姐药性的人是本王。六弟，这玩笑可不能随便开。本王记得清楚，那日皇家围猎，你因为西山公务缠身，根本就没去猎场。既然人都不在，你又怎么会在崖下救了云小姐呢？六弟，三哥知道你向来侠肝义斩，想维护云小姐的清明，可这种事关乎皇家颜面，欺瞒圣听，这罪名你可得考虑考虑皇家的颜面啊。三哥管的有点多了吧？那晚是我与云小姐二人的私事，既然是私事，云小姐认了便可。三哥，你认不认似乎并不重要吧？你誉王，你这简直是……有怀疑就别在这废话，自己去查，好好查查那晚到底是不是我。公子，您的脸色太难看了，要不先回房。明日我便可备礼上门提亲，只是这旧的婚约，今日能了结吗？没人不清楚温琪玉的手段，他当时能在邀月阁威胁我去母去子，现在这种情形，若我有一丝犹豫，不仅我会死，整个尚书府都会被拖入泥潭。更何况我对薛望早就没了念想，答应他又能怎么样？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能，只要薛公子点头，这婚约今日便能了断。不可！薛公子，放手！云哥，不能了结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婚约，怎么能说断就断？薛公子，本王方才的话你是没听清吗？我不准！你想嫁给他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温琪玉，是杀人不眨眼的誉王。我知道他是谁，在那晚我求助无目，被你推给蔡鹏等人的时候，是他在崖下救了。而你，薛望，你刚才不是盼着要退婚吗？我现在成全你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不能了结，还没退，婚约还在我手里。诸位见笑了，今日变故突发，招待不周，改日定当登门致歉。犬子胡闹，惊扰了各位，还请诸位看在老夫面子上，今日所见所闻，莫要再向外宣扬。造孽呀！您快去瞧瞧阿婉吧，他那脸色，我瞧着都要碎了。我那时以为你只是喝多了。我知道。云哥，你听我说，那晚三皇子设宴，我确实没想到会有人敢在皇家宴会上用这样下作的手段。
合欢散这种东西，我真的不知道蔡恒他们敢。我只是觉得你总是缠着我，我以为你是故技重施，想在众人面前博取我的同情。我只是想冷一冷你，让你知难而退。我只是……你不用再解释了，薛望，那些理由都不重要。不重要。在那晚之前，不管是合欢散也好，还是我坠崖也罢，所有的忽略，所有的冷眼旁观，其实归根垫底都只有一个原因。你只是不喜欢我。所以薛望，那真的不怪你。这世间情爱强求不来，也不必强求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仗着婚约，仗着长辈的宠爱，总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，足够迁就，你总会看我一眼。可悬崖下那一夜，我才彻底明白，有些东西打从一开始就没有。不管是那晚你没送我也好，还是如今这婚事要作罢也罢，薛望，你都没错。不喜欢一个人，从来就没错。给你，收好它。薛望，纠缠了你7年的累赘，今日终于消失了，你解脱了。我没想过要这一刻。什么？我只是还没想清楚。薛公子，你的还没想清楚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退婚2字不是你日思夜想，在梦里都要念叨几遍的解脱吗？是啊，曾经我真的以为自己是想退婚的。云哥，你我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那段日子确实很快乐。可那种快乐就像是左手握着右手，太理所当然了。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只把你当妹妹，从未有过男女之情的半分悸动。所以呢，把我当妹妹就可以由着旁人羞辱我，把我当妹妹就可以在崖边把我推给蔡恒。薛公子这哥哥当的真是让天下女子寒心。因为当时我觉得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妻子，你跟我想共度一生的女子标准根本完全不一样。我想要的女子，该是能与我琴瑟和鸣、谈古论今，而不是像你这样。所以，你就恨这门亲事？我恨的是这种身不由己。凭什么？他们凭什么擅自做主，连问都不问我一句，就直接将我的未来定成了你？就因为2家世交，就因为这一纸婚书？凭什么我的枕边人一定要是那个从小就跟我抢风筝的小丫头？所以我讨厌那份婚约，我也坚信自己并不喜欢你。这7年来，你的每一份搓旧，在我眼里都是束缚；你的每一次示好，在我眼里都是负担。可那日，看着你被人带走时，我突然很生气。我本以为我讨厌你的纠缠，讨厌这份婚约。可在那水潭边，当蔡恒那只脏手搂上你的腰，当你满脸通红无力地靠在别人怀里时，我气得发疯。我气他搂着你的那双手，更气你，气你居然在那一刻没有向我求救，气你居然允许他带你走。薛公子，那时候不是你亲口说的随你们便吗？你坠崖时，事情发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。我知道你生了气怨我，所以你从崖下回来后不让我送，还当众说要退婚。那时我真的没有信，我甚至还坚信你不过是在闹脾气，不过是在等我低头。我坚信过几日你还会和以前一样再眼巴巴地缠上来，赶都赶不走。可你再也没有来。薛公子的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签字吧。如果到时候誉王殿下亲自来取薛府的颜面，你就这么等不及要嫁给他？不是等不及嫁，是等不及和你两清。这半个月，我本以为自己会很痛快，没有了你的纠缠，没有了那些凡人的嘘寒问暖，我应该能静下心来读我的圣贤书，做我的清高公子。可我却发现自己开始心厌，开始莫名其妙的想。薛公子，那不叫想，那叫习惯。你习惯了有人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你身后，习惯了随时可以挥之即去的廉价讨好。现在这条狗跑了，你只是不适应而已。不是习惯，我试过找别人陪我下棋，试过听那些才女吟诗作对，可他们都不是你。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习惯使然，被你纠缠了多年后突然自由一时不适应，还是我其实是云哥，别嫁，别退婚，再等等，等等我好吗？我马上上，就快看清那种不舒服的情绪到底是什么了。
看清之后呢？云儿，薛望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那这副情深意重的样子特别感人？你让我等你看清那种不舒服的情绪是什么。好，我问你，看清之后呢？你若看清了那是爱，我便要欢天喜地的谢天谢地，像从前那样感恩戴德的等着你来履行这名存实亡的婚约，娶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那若看清了发现不是爱呢？若你依然觉得对我只是兄妹之情，发现那种不舒服仅仅只是因为习惯了被我追逐后的心理落差，发现那只是你那高傲的自尊心在作祟呢？到那个时候，薛大公子，我该怎么办？薛公子，你是不是忘了今日在花园里发生了什么？今日所有人都亲耳听到了三皇子的话，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婚前失贞。云禾，我不介意，我会去查清楚。你不介意，可这世俗介意，我爹的名声介意。你要我等，那温琪玉能等我吗？他那样的性子，当众认下了那晚的事，你以为他是在陪你玩什么情深不寿的戏的？他是皇家战神，是誉王。等到你再过个10天半个月，甚至1年半载，你拍拍脑袋，一脸遗憾地对我说一句：你想清楚了，你还是只把我当妹妹，你不会娶我。薛望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到时我又该如何自处？是去3尺白绫全了名节，还是老死在佛堂里听你娶妻纳妾的喜报？我会娶你，我要娶你的，云哥。娶我，薛公子，您这是在大发慈悲吗？因为我失了身，因为我没了去处，所以你薛大公子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收留我。不是施舍，哪怕我只把你当妹妹，我也会娶的。温琪玉那是虎口狼窝，他不过是看中了你爹的势力，他不会真心待你的。那你呢？你娶我是因为真心待我，还是因为你那该死的自尊心受挫了？你不用嫁温琪玉，有我在，尚书府和丞相府联手，没人能动你。我不介意你那晚，我不介意你那晚在崖下遭遇了什么，不管你是不是已经，我都不介意。我会给你正妻的名分，我会护着你，只要你还像以前那样。不介意？薛望，你知不知道你说出不介意这3个字的时候，到底有多自私，多恶心？你觉得你在救我，可你其实是在羞辱我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云哥在经历了那晚之后，还会稀罕你这充满怜悯的名分？云哥，我只是想保住你的命。保我的命？薛公子，那晚在崖顶，你把我的命推出去的时候，怎没想过要保？你不必觉得亏欠，也不必觉得愧疚。不喜欢我，从来就不是你的错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本来就强求不得，但我放弃你的时候，你才开始思考你到底爱不爱我。这才是对我那7年付出最大的侮辱。你口中的喜欢，无非是因为我不再围着你转了，你的自尊心受不了。是因为我这个你眼中的累赘，竟然成了誉王放在心尖上的人，你不甘心的说辞。不是的，云禾，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只是……所以薛望，别看清，永远也别看清，就这样一直坚信下去吧。就这么一直坚信你只把我当妹妹，坚信你是讨厌我的累赘。可若我做不到，若我将来真反悔了呢？这已经是王府派人送来的第5批彩礼样稿了。誉王殿下对这婚事可真是一点都不含糊，可不是吗？婚期就定在3个月后的9月18，满打满算时间紧得要命。礼部和王府的人天天往咱们这儿跑。9月18，日子是好日子，就是这3个月，怕是要了我的命。小姐，您这脸色实在太差了，是不是因为前阵子那些避子汤药性太猛，伤了身子？那汤药连喝了3副，如今这月事迟了10多天，总算来了，倒像是要把我整个人都劈开一样。外头王府的马车已经候着了，王爷说是第3次带您去试婚宴的菜，要不奴婢去回了王爷，就说您病了。不必，温琪玉那个性子你又是不知道，我不去，他怕是能直接闯进府来。这已经是第3次试菜了，前2回你都说好，本王瞧着你根本没动几口。今日这些若再不合口味，本王就把那些厨子全撤了。
王爷言重了，是臣女最近忙着绣样，胃口减了些。这些菜极好。9月18便要大婚，你若是以这副鬼样子进王府，外人还当本王府上缺你这口饭。吃掉。好，臣女吃。清风，拿住刚才那个上菜的，菜里有毒！别动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抓杀人犯！快传太医，他若出事，本王让你们所有人陪葬。王爷，这都退下。小姐，您是真没瞧见，当时奴婢推门出去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王爷那脸上的表情，奴婢都没法形容。碧玉，你别再说了。真的，小姐，您当时晕睡过去之后，王爷竟然一直没吵醒您，让咱们都在走廊候着，由着您睡了整整3个时辰。他抱了我整整3个时辰，可不是嘛，直到天都快黑了，您睡醒了自己爬起来，奴婢看着王爷站起来的时候，腿都僵得挪不动步子了，却硬是没吭一声。杀了我吧，真的。选择嫁给他之前，我怎么就没算一卦，看看我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扑噜。小姐，您这叫有福气。您瞧瞧，自打那天之后，王爷怕您累坏了，今儿一早竟直接从宫里拨了几个负责疑点的嬷嬷过来。疼不疼的另说，我就想知道下次见面我该怎么直视温琪玉那张脸。算了，只要不让我去试菜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快瞧，那公子的气度，怕是哪家的贵肉吧？那姑娘也生得极美，两人走在一起，倒像是一对璧人。清风大哥，你瞧我家小姐今儿笑得多舒心，打从那晚坠崖回来，我就没见她这么高兴过。王爷今日心情也不错，为了陪云小姐逛这灯饰，他推了部里的所有折子。谢谢王爷。谢本王什么？谢本王陪你这尚书府大小姐抛头露面，还是谢本王没让你死在邀月阁？王爷又拿陈家打趣。陈女是谢您派的那几位嬷嬷，要不是他们帮着处理那些繁琐的彩礼登记和宾客名册，我今日定是没空出来的。那几位嬷嬷是宫里待久了的，性子虽然古板些，办事倒还得力。本王是怕你这小身子骨还没成婚就累垮了，到时候本王去哪儿找个王妃交差？其实臣女以前总觉得王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。是个什么？冷血阎王？那是以前，这段日子相处下来，臣女才发现，王爷若是不板着脸藏心思，其实出奇的随和温润，比那些表面上温良恭俭，实则满心算计的人，王爷宁可光风月月多了。是吗？那是自然，若非王爷关照，臣女怕是还缩在佛堂念经呢，哪能瞧见这满街的花火。这般模样，倒真像是捡回了一命。王爷快瞧，那边的鳌山灯要亮了。王爷，咱们快些，去晚了就抢不着好位置了。清风大哥，你快瞧瞧，咱们王爷今日这模样，哪还有半点平日里在迎逢杀伐果断的狠劲儿？王爷今日心情确实不错，出门前他连那件压箱底的墨狐披风都没穿，说是怕惊了云小姐。是啊，以前小姐总说六王爷冷冰冰的，像是个活阎王，可现在瞧着，倒比那位虚伪的三皇子要真性情，也温润得多了。怎么谢？王爷想要什么谢礼？臣女一没金山，二有银山，这尚书府东西，王爷怕是也瞧不上。本王瞧着，你手里这块吃了一半的糕点，倒是挺香。那是臣女吃过的，不成不成。有了，我去给王爷求一整花灯如何？诸位官人小姐，本店花灯每日限100盏，每人仅此1盏，且须得自己亲自书写灯面，不得代求。灯贵在精，不在多，买卖随缘嘞。你方才已求过一盏了，那店家可说了，每人1盏，不许多求。
无妨，我嘴超甜，定能给王爷求到一个回来。王爷您且在这儿歇着，看臣女怎么凭着3寸不烂之舌给您讨个如意灯回来。王爷，那铺子规矩大得很，去晚了怕是真没。快瞧，那边那盏鳌山灯亮了。别急别急，哎呦，我这灯面还没写完呢。王爷，您这是要做甚？谢礼是挺甜的。王爷，清风大哥，你瞧见没？我没看错吧？刚才那灯晃了一下，王爷是不是真亲上去了？王爷做事自有方法，我等身为属下，只需护卫周全。你少装模作样，你刚才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哎呦，我这心里跳得咚咚响。你说咱们王爷平日里那股子杀伐果断、生人勿近的劲头哪儿去了？这会儿瞧着，倒像是生怕我家小姐跑了似的，上赶着牵手呢。你这话可就有失公允了。当初在西山悬崖底下，云小姐中毒失了神智的时候，又是捆王爷的手，又是喊着要摸要亲的。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你家小姐上赶着？那能一样吗？那是中毒，那是逼不得已。我家小姐平时最是端庄守礼的。所以王爷这叫礼尚往来。再者说了，婚期都定了，难不成还要像陌生人一般相敬如宾？那倒也是，不过你瞧王爷那样子，牵完手都没松开过。平时在京城传得跟个冷血阎王似的，谁能想到私下里对自家媳妇儿这么黏糊？清醒点吧。当初王爷为了查出云小姐买避子汤的事，可是冷着脸说要去母去子。那时候的杀气你忘了？那叫关心则乱。要我说，王爷这是在培养感情，你懂什么叫情趣？去母去子，豪迈上赶着，听不到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。菩萨保佑，让我聋了吧！王爷，您听听他们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清风可是您的贴身暗卫，您就不打算管管吗？清风这人性子野，武艺又是顶尖的高强，我可不敢轻易管教他。万一他哪天不高兴，给本王使个绊子，本王找谁说理去？哼！您分明这是故意放任他胡说，您就是想看臣女的笑话。哎呀，瞧本王这记性，竟是改不了口了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准六弟妹。毕竟这婚事虽定了，可还没成呢，中间出点什么变数，谁也说不准。您说是吧，薛公子？老爷，小姐见您一早上没进食，特意让小厨房炖了这百合羹，您多少用些。哥儿，你看看吧，朝堂的天怕是要变了。薛家投了三皇子的阵营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薛伯父确实不请，这是薛旺那孩子瞒着家里擅作主张，直接在禁卫军调动上给三皇子开了绿灯。现在薛家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，不得不从。薛旺他疯了吗？圣上今日身体越发虚弱，太医进进出出，宫里早就传遍了，大限之日怕是快了。现在正是夺嫡之争即将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，半点差池就是满门抄斩。薛旺这时候掺和进来，他是想把整个薛家都葬送去吗？爹爹，对不起，若不是我那晚在悬崖下，若不是我被迫跟温琪玉绑在一起，你也不必为了保我被卷进誉王这边的漩涡里。哥儿，朝堂之事诡谲多变，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爹爹选择齐玉，虽有你的缘故，但更多的是自有爹爹的考量。可薛旺那边，他如今像变了个人，手段极其偏激。只是今日一早，你薛伯父托人暗中传了信来，他知道薛旺在针对齐玉，更在针对你。
他希望你能出面帮忙去劝一下薛旺。我去劝他？薛家如今已是骑虎难下，若薛旺继续执迷不悟，等新皇登基，薛家必遭清洗。你薛伯父说，现在放眼整个京城，怕是只有你能劝动那孩子了。我？薛旺那孩子，你与他一同长大，该是最了解他的。三皇子温静是什么人？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。他之前为了拉拢薛家，动用了多少关系，甚至许下了丞相之位的重礼。可薛旺就像块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从未点头。既然他一直拒绝，这次为何会突然倒戈？这就是你薛伯父最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他问了半指动了家法，也没从薛旺嘴里撬出一个字的原因，只知道他改主意答应与三皇子合作的那天，正好是花朝节。花朝节？你来了，你终究还是为了他，才敢来看我一眼。薛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把薛伯父置于何地？我在干什么？薛家是个利益。在内王，在花朝节，在温琪玉吻你的那一刻，在他牵你手的那一刻，在那长街之上，万众瞩目之下，我很清楚地看清了我的内心。云哥，我想抢回那些本该是我跟你一起去做的一切，凭什么被他抢走了？只要他赢了，只要温琪玉死了，你就能回到我身边，哪怕你恨我，你也只能是我的。你为了这种疯狂的念头，就要去当三皇子的走狗？走狗，只要能赢，当什么都无所谓。本该是你跟我，薛旺，是你亲手把我推开的，所以我后悔了，我发了疯的后悔。所以当三皇子提醒我说你们还没成亲的时候，我动心了，我答应了他的合作。疯了，薛旺，你彻底疯了！云禾，你听我说，我看清楚了，我想清楚了，是我被那老狮子的傲气蒙了心。可那天在花朝节，看到他像被人剜了一块肉，我心悦你，我喜欢你，来得及，你还没有嫁他。只要你现在点头，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见他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瞧，云哥，这是你的八字更新条。当时我诡秘退婚，可这更帖我一直压在书房最深处，并没有退给你。只要这东西还在我手里，我们的婚约就在。云哥，你再等等我，只要三皇子的大事成了，温琪玉一死，我就带你走。等到一切结束，我们就完婚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不，以前我对你不好，是我该死，是我瞎了眼。以后我会加倍补偿，弥补过去对你所有的冷落。我会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你面前，只要你像以前那样看着我，只要你……薛旺，我们已经退婚了。从我掉下悬崖，你却袖手旁观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两清了。我的未婚夫现在是温琪玉，他是誉王，是圣旨亲封的，我云哥未来的夫君。可是我们现有的婚约，温琪玉现在拥有的一切本该是我的，是他趁虚而入，是他用卑劣手段抢走了你。擦掉，我要把它擦掉。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清醒了吗，薛旺？你看着这些，你看着你现在这副鬼模样，你口口声声说心悦我，说要抢回本该属于你的一切。薛旺，温琪玉现在拥有的，过去整整7年都是我捧在手里，跪在地上求你看一眼的。那些情分，那些婚约，在过去每一个日日夜里，都是被你低贱到泥里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，不是吗？请问你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？演一场深情不寿给谁看？公子，三皇子那边的使者已经在后门等着了。你连在这儿跟我纠缠的时候，都还牵扯这份丧心病狂的勾当，为了一份你曾经做梦也想摆脱的婚约，你怎么敢私自掺和进夺嫡的啊？我是为了你，只要三皇子登基，我就能要回你。为了我，薛旺，别把你的自私和无能冠上我的名字。夺嫡是什么？那是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的死局，那是动辄就要牵扯全家性命、株连9族的大罪。我爹是管着天下钱财的户部尚书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
不站队就会被各方势力撕碎。他被卷进来是形势所迫，是不可避免的。薛伯父到现在还以为你只是年轻气盛，还在求我去劝你回头。薛望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了满足你那点可笑的占有欲，要把薛家几百口人的命全都填进三皇子那个填不满的玉坑里吗？是，我是疯了！你以为我想疯吗？你以为我难道没想过就这么算了吗？我想过，在那晚你坠崖后，我无数次告诉自己这样也好。可是云哥，得到过有失去，比从没得到过更让人抓心挠肝。这3个月来，我每晚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你以前追在我身后的样子。我翻来覆去的总是忘不了，总是会忍不住的假设。如果我当初真信了你，哪怕只是一次，在那场诗会上，如果我没有把你推给别人，如果我亲自送你回府，现在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可现实呢？现实是你成了温琪玉的未婚妻，你跟他出双入对，你对他笑，你让他牵你的手，甚至他在花朝节吻你。你跟温琪玉相处的越好，都会让我一次次的想起，这一切本该是我的，那份痴心是我的，那场婚礼是我的，你云哥这个人原本也该是我的。别说你了，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薛望有朝一日会这般拿不起放不下，那种后悔真的会把人逼疯的啊，云哥。他像千万只毒虫在啃食我的骨头，会让我甘愿背弃自己的尊严与原则，只为了能回到过去。云哥，你说话呀，你以前不是最爱跟我说话吗？你哪怕骂我，哪怕再打我一耳光，别这样看着我，求你。薛望，你不该求我，你求的是那个曾经满眼是你可以为你去死的云哥，可那个云哥早就死了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回得去的，只要三皇子，只要温琪玉消失。你还执迷不悟？夺嫡之战，那是泼天的血战，你以为那是儿戏吗？你最好不要掺和了，趁早抽身吧。抽身？我已经把薛家所有的筹码都压上去了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云禾，只要温琪玉死了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你以为杀了温琪玉就能得到我？薛望，你太不了解我，也太不了解他。你觉得温琪玉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吗？你觉得我云禾是那种随风倒的浮萍吗？因为就算最后赢的是三皇子，温琪玉会死，我也会陪他一起，绝不后悔。终于彻底断了。王爷，您怎么会在薛府？薛丞相让我进的。薛伯父，他明知道您和三皇子如今，他怎会放您进来？老丞相虽中立，却是个明白人。他知道自家儿子疯了，也知道除了我，没人能接得住如今的局。更何况他知道我的未婚妻在这儿，我不放心，自然要亲自来接。王爷，我来见他，是因为薛望投了三皇子。薛家若是真的彻底倒向三皇子，对您的大业会有极大的阻碍。我本想劝他回头，知道，可他，您早就知道了。那日在酒楼窗外看他的眼神，我便猜到了。那是一个男人快要输掉一切时最后的垂死挣扎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他若想翻盘，唯一的路就是找一个能让他瞬间拥有实权的人合作。你早猜到了，那为何不提前阻止，或者在那天就压下薛家？王爷，那可是三皇子，如果薛望真的带走了兵权或者朝臣，您现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。因为挺好的。挺好的？王爷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哥儿，这一仗赢了是泼天富贵，输了便是万丈深渊。我有铁甲卫，有你爹的支持，可我不敢保证100%能活下来。有他在三哥那里，将来就算我败了，就算我死了，看在昔日的情分上，起码你还能活。他薛望固然疯了，但他对你的执念是真的。三哥若胜，他便是首功，到时候他定会护住尚书府，也定会好好对你。温琪玉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是可以随便推给别人的物件吗？走吧，再待下去，老丞相该反悔赶我走了。清风，你现在总该看出来了吧？是你家王爷更喜欢我家小姐吧？连薛府这种龙潭虎野都亲自闯进来接人，这份心思，以前那位薛公子可比不上。
哎呦哎呦，这算什么？我刚才在门口可听得真真的。某人刚才在书房里可是跟那薛旺说的大义凛然啊！我家王爷要是败了，他陪着一起死。这还没进门呢，就生死相随了。我家小姐那肯定只是出于仁义，她喜欢薛公子那么多年，全京城谁不知道那份痴心？如今才认识你家王爷3个多月，中间还夹着牙下那一摊子糟身事儿，哪能那么快就移情别恋啊？这不过是小姐人品贵重，既然定了亲，就绝不背弃罢了。哦吼，原来是迫于仁义啊！错了，小姐，奴婢嘴碎，奴婢该死。王爷，王爷，您等会儿。王爷，您别听那丫头混说，她懂什么呀？王爷，你听说过相见恨晚，一眼抵万年吗？又或者您听过日久生情，来日方长吗？那3个月可比那7年过得忠实多了。再或者是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嘛。臣女以前眼光不好，现在这不是洗心改面，满眼都是王爷您了吗？王爷，别走那么快嘛，臣女腿短，追不上您了。小姐真是京城第一美人，这凤冠霞帔，衬得您跟仙女下凡一般。美是美，可这日子过得也太惊心动魄了。自那日薛府一别，咱们是再没见过薛公子，可外头传的风言风语。三皇子那边最近动作可不小，听说天天在府里宴请权臣，朝堂上跟咱们誉王宴下斗得跟乌眼青似的。夺嫡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，爹爹说圣上现在全靠汤药吊着命，可那道立储的圣旨却始终没见影。瞧瞧这排场，到底是誉王殿下？誉王和云小姐那是郎才女貌，可我听说三皇子在朝堂上步步紧逼，这大婚之日怕是也不太平。王爷在想朝堂的事，在想这城中有多少人盼着这车翻了。别怕，今日谁也动不了。小姐，薛公子给您送了新婚贺礼。薛旺，他送了什么？足足2个院子的东西，已经直接送进王府后仓库里了。奴婢刚才粗略扫了一眼，那贺礼的数量和品类，怎么看都不对劲，似乎是……碧玉，你瞧本王做什么？本王不过是云小姐仁义之下，才勉强能嫁的夫君。论起情分，本王哪里比得上薛公子那青梅竹马相伴10几？王爷，那礼单我也没看过，我这就让碧玉烧了。圣旨到，陛下有旨，六皇子大婚，乃皇家大喜，特派老奴前来送上贺礼一份。六皇子温其玉听旨。臣温其玉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六皇子温其玉品行贤德，心存仁厚，克勤克俭，深得朕心。今特立为太子，待朕病皇后，可直接继位大统，钦此。太子殿下，请接旨吧。儿臣领旨，叩谢父皇圣恩。夫人，为夫赢了。夫人，巧得很啊！薛公子送来的这份新婚贺礼，总数额跟本王当初给你下聘时的聘礼数额，竟然是1个铜板都不差，一模一样。王爷，这单子我真的一眼都没瞧过，而且这凤冠本就压得我脖子快断了，王爷这话更是说得我脑袋都大了。贺礼跟聘礼数额一样，薛旺这是想借着这张纸，在本王的新婚夜跟你也结一回婚吗？王爷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跟他的婚约早就撕了。他借着贺礼的名义给你下聘，如此便可当作他也娶过你了。果真不愧是青梅竹马多年的情分啊，连这种钻空子的法子都想得出来。王爷若是不喜欢，我这就差人连夜把这些东西都扔出去，全部送回薛府，可好？夫人自己定夺便是，毕竟你与薛公子相识数年，情深意重。本王与你满打满算这才相识几个月，我这后来者
哪能帮夫人定夺这些旧情的去留？退，这就退。臣妾明日就让碧玉全部退回去，一个铜板都不留。公子，我真的有些累了，这凤冠压得我脖子快断了，能不能借公子的床休息休息？或者能借公子你抱一下吗？